好了，是时候该详细分析一下咱们的6代机技术细节了。为啥是3台发动机？机鼻旁边那闪闪发光的是个什么东西？无尾设计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大家好，我是火箭叔。6代机首飞那一天呢，就有网友叫我出来讲一讲。我说先让它再多飞一会儿吧。这都几天过去了，全网我都没有看到什么深度解读。那必须得是我出马了。先说最明显的特征，3台发动机的布局，2台位于机腹，1台位于机背。这种布局在战斗机设计中前所未见啊！从较为清晰的照片中可以看得出来，两侧的进气口呢，似乎是类似于 F22的楔形进气口，而不是 F35和歼20采用的鼓包进气口。以上这些设计啊，至少可以看出3点。第一，这表明这架飞机有非常高的超音速飞行需求，尤其是在高空巡航时，空气稀薄，飞行速度更易提高。而机背中央的发动机则采用传统的超音速进气口，可能会用于较低速度的巡航，所以高速度、大航程它全都占了。第二啊，是这架飞机非常巨大，从伴飞的歼20对比当中，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它不论是翼展还是长度都更甚，尤其是翼展对战斗机来说非常罕见啊，所以很有可能2台发动机不足以推动这么巨大的飞机，因此就选择了3台发动机。这又从侧面说明它能够装载大量的燃料与武器，武器舱的位置线索也暗示其长度可能接近6米，与我国最新的远程霹雳17导弹长度相符。当然，这样巨大的机身也能够容纳更大的导弹，比如空射版的鹰击21之类的能够执行各种空战和对地打击任务。第三，3台发动机配置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其巨大的电力需求。6代机对电力的需求将会大幅增加，尤其是在传感器、雷达、数据链、电子战系统、显示系统以及计算能力等方面，所有这些都需要巨大的电力供应。预计咱们这架6代机可能需要接近1兆瓦的电力，远远超过现有战斗机的电力需求。此外，它还得要为未来留有冗余嘛。定向能量武器，比如激光武器，也是需要大量电力来确保有效性的，尤其是作为防御系统使用时。完了，这简直越说越科幻了。就此打住。接着咱们再说机鼻附近都有啥。照片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这里分布了多个传感器阵列，它们可能是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用于先进的目标追踪和通信，也有可能是数据链，用于与其他战场平台进行数据交换。当然，除此以外，还有这些闪闪发光的红外光学窗口了。它们之所以会发光，是因为涂有辐射吸收材料。我觉得这些红外传感器值得细细说道，因为它们对于发现高性能隐身飞机，比如美国的 B-21、未来的 NGAD 以及现有的第5代战斗机都至关重要啊。现代隐身技术的核心目标是降低雷达反射面使得飞机在雷达波段的可探测性大大减少。第5代隐形飞机通常通过独特的外形设计和吸波材料来有效降低雷达波的反射，从而避免被敌方雷达锁定。然而，隐身技术并不能完全消除飞机的热辐射信号啊！无论隐身设计多么的完美，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仍然会因为发动机的工作和机身的空气摩擦而产生热量，这些热量会以红外辐射的形式散发到周围的空气当中。特别是高性能隐身飞机通常会使用高推力的发动机，这些发动机会释放大量的热量。即使飞机的外形经过特殊设计以减少红外信号，但发动机排气口和机翼前缘等位置呢，仍然会释放大量的红外辐射。而红外传感器就是专门用来捕捉这些隐形飞机的热脚印的。它们通常还会与其他类型的传感器，如雷达、电子战系统、数据链等进行融合，以实现对敌机的全方位跟踪和识别。像不像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啊？最后，咱们再简单提几句无尾设计或者说是飞翼设计。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6代机好像都采用了这样的设计。为什么？因为它天生就会减少雷达反射面嘛，为6代机的全方面隐形提供了基础保障。同时没有尾翼就意味着更少的气动阻力，因此也提高了6代机的超音速巡航能力。它还能让飞机内部的设计更加紧凑，增加飞机的灵活性，适用于多任务战斗，这当然就备受青睐了。关于它的故事，我会专门再讲一期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不管是 PPT 还是现实，6代机普遍都选择了飞翼设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带你一口气了解飞翼布局。飞翼布局顾名思义就是飞行机翼。它省去了机身和尾翼的结构，让机翼直接承担起了飞机的所有功能也将所有的设备、燃料和武器都整合其中。虽然看起来很像是科幻作品中的设计，但飞翼布局的历史其实很悠久了。早在2战时期，
德国的霍尔顿兄弟就开始尝试这种设计了，认为它能够带来革命性的飞行性能。而当时的德国正好就急迫的需要这样的突破嘛，于是霍顿 HO229就诞生了。这世界上首架采用飞翼设计的战机，其机翼面积巨大，约为51.8平方米，能够大幅提升升力，同时降低阻力，提升速度。尤其在高速飞行时，飞翼设计的优势尤为明显啊，能够减少由传统机身和尾翼造成的气动阻力。然而，它还是来晚了，德国的命运并没有因它而改变。二战的结束意味着霍顿 HO229 的研发终止。虽然飞翼设计的优势显而易见啊，但许多复杂的控制系统未能够在当时得到有效的解决，也没有充分测试其潜力，只留下了一个革命性的设计思路。思路被美国人拿到了。于是，在冷战期间，他们也尝试了飞翼布局啊。著名的罗斯罗普 YB49 轰炸机亮相，这款飞机有着惊人的航程和载弹量，但由于没有尾翼，飞行控制变得非常困难，且当时的电子控制技术呢也并不成熟，最终也未能投入实战。由此可见，飞翼布局的优点和缺点几乎是同样突出啊！我再拎出来帮你总结一下。先说最大的优点，减少气动阻力。飞翼将机翼与机身合二为一啊，就使得飞行时空气流动的更加顺畅，减少了涡流和尾流，从而提高了飞行的效率。同时飞翼设计能够提供更大的升力，减少尾翼带来的阻力，使飞行性能提升明显。最后，飞翼设计天生会减少雷达反射面啊，尤其在现代隐身设计当中，飞翼布局就成为了隐形技术的良好基础。那缺点呢，就是飞行控制困难了吗？由于没有尾翼飞控成了最大的问题。早期的霍顿 HO229 尝试通过复杂的控制面来弥补但在没有电传操纵系统的情况之下，飞行员几乎是无法操纵的。直到 B210 采用现代飞控系统飞翼布局才真正开始投入实战。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在飞控技术、材料科学和隐身技术方面的突破飞翼布局逐渐就成为了新一代战斗机的首选。这就是为什么6代机看起来都像是一片叶子了。飞翼的流线型外形和无尾设计大大减少了飞机的雷达反射面积及 RCS， 比如 B2 轰炸机的 RCS 仅相当于一只鸽子，而6代机就进一步缩小了这一数值特别是在俯视和侧视角度之上。飞翼布局还帮助6代机提高了超音速巡航的能力，减少空气阻力，升阻比更高，燃油效率和航程得到了显著提升。飞翼布局不仅仅在气动外形上有着优势，它还能够让飞机的内部设计更加紧凑呢，增加飞机的灵活性，适用于多任务战斗机。加上推力矢量技术和人工智能辅助飞控，飞翼布局的缺点几乎消失，只留下了它的诸多优势了。所以下一次当你看到一架像飞鸟一样无尾的飞机划过天际之时，别忘了这背后是无数工程师的梦想、试验与坚持。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当21世纪的我们还在谈论电动汽车的里程焦虑时，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人们就已经在畅想加油一次就能够开上8000公里的汽车了。是不是相当的魔幻啊？其实一点都不至少在当时的人们的眼里一点都不。因为当核能刚刚崭露头角时，所有人都相信这种几乎等于不要钱的能源能够驱动身边的一切，汽车当然也不例外了。是的，核能汽车你敢想吗？我是不敢虽然我也很想要又便宜又给力还不用担心续航的汽车了。所以现在真的有这样的车吗？有我也不卖关子了这次有幸接到当前火爆的大6座 SUV 魏牌蓝山，经过连续7天的试驾，不得不说，让人感到当前国产汽车的强大科技实力，尤其是长城混动 DHT 的实力，让人充满惊喜和期待。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它的续航和油耗。这辆魏牌蓝山不仅拥有一个79升的大油箱，还有一块44.5千瓦时的大电池，在加满油充满电之后的续航呢，可以轻松超过1000公里。我们这次从南京出发往返嘉兴参加活动，都是重度使用蓝山的，只是在出发前加了1次油而已，完全没有里程焦虑的同时，它在能耗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驾驶时的馈电工况下，100公里的油耗落在了7到8升之间。我个人觉得在同级6座中大型混动 SUV 里面，很难有人能出其右了吧。接着呢，重点来了，动力，一脚油门下去，真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一点都不含糊把油车的扎实和电车的灵活结合得恰到好处。它所使用的混联 DHT 技术呢，我必须要好好的夸一夸。
跟增程式混动只能将发动机、发电机、电动机和电池串联起来一种方式不同，混联 DHT 不仅能够串联，还能够并联。它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将发动机和电动机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也许有些朋友还不太清楚啥是串联，啥是并联，那我们就先简单的解释一下喽。串联指的是发动机转起来之后，直接带动发电机发电，然后再将这些发出来的电送到电动机来驱动车轮。当然，如果还有多余出来的电呢，就会储存在电池当中，在稍后为电动机提供电能。你自然也是能够提前给电池充满电，先直接用电，再来用油发电。但总之这几样大件是依次串联起来的，也就是说，车轮永远都是用电动机来带动的，不管此刻是在烧油还是烧电，发动机都无法跳过电动机来提供动力。另外，串联技术相对比较简单，所以成本较低，车价也就能够做得较低了。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啊！现在市面上那些增程式汽车为什么这么多，反而又卖得不错？说白了，核心技术等于零，就靠着装修豪华来吸引人，但是技术上呢，却是没有一点突破的。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归纳这么一个等式了啊：增程串联系统大约等于1/3的混联 DHT 技术，这样大家差不多就能够理解了。那什么是并联呢？并联的好处又是什么呢？简单说，串联有的它都有，串联没有的它还有。并联模式就是在串联的基础上，在发动机和车轮之间加了一个可以开合的传动机构，于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让发动机跳过电动机，直接来为车轮提供动力了。那请问此刻电动机在干什么呢？所谓并联指的就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并在一起输出动力嘛。你想想看，这种动力是不是比一个单打独斗起来要强得多了呢？尤其是在高速情况下，工作在高速区间的发动机呢，正好可以提供高转速，将这个高转速直接提供到车轮的高转速上，损耗可是比先发电再让电动机转得快小得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混联 DHT 技术能够将系统的优势都发挥出来的原因了。到这儿你可能会说用混联 DHT 技术的车也不止蓝山一辆嘛。那既然这样，大家都很厉害，你凭什么只夸蓝山呢？问得很有道理啊，那我也要答得有道理了。因为蓝山的混联 DHT 呢是2个档位的，不是单档位，也不是3档位。为什么？先来看单档 DHT。它的优点是结构简单、成本低，但缺点是需要电机在更多转速区间来输出，既增加了电机的尺寸，也增加了电机的负担。在高速行驶之下呢，电机的耗电就会比较快，而为了平衡与妥协，就得牺牲掉一部分发动机的舒适区间，整体能耗和动力上都打了折啊。接着再来看3档 DHT， 它的优点正好是别人的缺点，能够让电机覆盖的功率变得更小，把电机的尺寸、重量降低，同时能够利用不同档位来拓宽发动机的最高效率区间范围，从而使电机和发动机能够更好的互补。高速工况下会比单档位的混动车有更好的加速能力。但是复杂度上去之后呢，带来的就是稳定性降低、故障率增加以及价格攀升了。而2档则吸收了两者的优点，减少了两者的缺点，是既科学又合理，怎么能不夸呢？当然这样的技术优势呢，需要汽车企业长时间的研发和巨量资金的持续投入，还需要匹配非常靠谱的变速箱，才能够达到这样的高效率和高性能嘛。我查了一下资料，目前为止，这种智能混联 DHT 动力系统也只有长城做的靠谱。启动和低速时用串联，中高速时用并联，你自己开得爽，你的钱包也感觉到很爽啊。这次呢，我们是把蓝山开了1000多公里，3种混动模式都试了个透，体验是不管你想要什么感觉，它都能够给你啊。充满电上路，先用强制纯电模式，纯粹电车的驾驶感受将这辆大车包裹得无比轻盈。智能混动是我们在往返途中用的最多的模式了，油和电之间的切换非常丝滑，唯一感觉到的就是持续且澎湃的动力。不管是误入崎岖的乡间小道，还是在暴雨倾盆的夜间高速，它都给了我们最需要的可靠。最后是纯电优先，它可是我们这次的跟车利器啊。虽然跟着火箭车队开得不快，但是一路上总有一些不太守规矩的汽车想要往我们的车队中间插。这个时候我只需要深踩一下油门，原本并未介入的发动机会马上过来帮忙，同电动机合体带来动力的瞬间爆发，我们马上就跟上去了，完全不给他们机会啊！如果这是在平时，就真的有点欺负人了。但咱这是有任务在身嘛，得不拘小节了。从实际体验来看，加速没有丝毫的犹豫，比纯电车呢有更好的续航，比油车更省钱，动力等于电动大 V8。
作为科技博主，我打心眼里真的是十分喜欢这辆蓝山的。好了，体验充分，我可以拍着胸脯的跟你保证，如果你需要的是一辆动力强劲、乘坐舒适、省油好开的6座家庭用 SUV 的话，选蓝山一定不会错。因为这就像找对象，颜值固然要有，但是踏踏实实的品质和实力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对了，蓝山买到手，到时候老婆孩子把你夸死了，别偷着乐啊，要来感谢我哦。我又打印了一个好东西，猜猜这是干嘛的？汽车自动变速器的模型啊，给你们演示一下。黄色的环形齿轮是输入动力，白色的环形齿轮是输出动力。在这个演示模型当中，我们可以调整3档转速。首先来第一档起步档，当然是要慢啦。固定住这个金属绿色的齿轮，然后转动黄色手柄，可以明显的看出白色圆环比黄色圆环要转得慢得多。我突然有个想法啊，咱们给它贴上一张贴纸，可能就会看得更加明显一些。你看，很明显了吧？第一档输出比输入要慢很多。接着来看第二档，咱们换成是握住这个红色的齿轮不让它动了，依然也是转动黄色手柄。此时虽然白色的输出环转的还是比黄色的要慢一些，但明显比第一档转速更快了。最后我们来看看第3档，就是哪个齿轮都不固定，而此时输出和输入就转动的一样快了，这就是直接驱动了。汽车里面的变速器工作原理跟这个一模一样，也是由一系列的行星齿轮组构成的，只是比这个要复杂许多罢了。一个行星齿轮组包含一个环形齿轮、行星齿轮和一个太阳齿轮。如果我旋转太阳齿轮，你可以看到行星齿轮会在环形齿轮内旋转。这个自动变速器模型包含2个共享同一个太阳齿轮的行星齿轮组，同时第一个也就是这个黄色的行星齿轮组里面的行星齿轮呢，实际上是通过行星架连接到了第2个行星齿轮组的环形齿轮之上的，而第2个行星齿轮组里面的行星齿轮则又通过另外一个行星架连着这个绿色的齿轮，于是选择握住绿色齿轮来固定住这个行星架，还是选择握住红色的齿轮来固定住太阳齿轮，实际上就是在选择不同的齿轮比，从而改变输出速度。所以你学会了吗？正好我这套还没有装你们积极留言，谁的留言点赞最多，我就把它送给谁吧。然后我这次的这些零件都是用3滤的 PLA 加 2.0 材料打印的，性能很好，韧性也很强，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各位有 3D 打印机的，你们都可以试一试哦。一口气告诉你歼35A 和歼20到底有多厉害那你得先知道美国的 F-22和 F-35有多厉害啦。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不是有句玩笑话吗？歼35的全称是歼击 F-35因为双方都是中美最高水平的战机的代表，性能方面也是互相对标的。那咱们的隐形战机的研发究竟经历了哪些阻碍呢？1990年代初冷战刚结束，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空军急需一款接近现代化水平的战机，但当时的航空工业的骄傲歼8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在与国外3代机的对比当中，无论是武器性能还是设备都明显落后。为了追赶时代的步伐，沈飞就推出了改进版的歼8 2M。这款中俄合作的战机在火控系统和武器配置上有所提升，但是依然很难跨进3代机的门槛吧。外界对它的评价只是半只脚踏入了3代机它既没能够满足中国空军的需求，也没有能够打开外销的市场。那市场更青睐谁呢？是更先进的 F-16和苏-27。这些挫折让中国航空工业意识到仅靠对旧设计的修修补补是无法打破代际差距的。于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被提上议程，研发出真正属于中国的下一代战机。这个就是歼10的诞生背景了。从气动设计到雷达系统，再到飞控技术，中国的工程师们一次次攻坚克难，全新的压式布局解决了高机动性和隐身性能的平衡。但复杂的飞控系统、落后的风洞设备以及缺乏可靠的发动机，都让研发步履维艰。在借鉴国外经验之后呢，国产电传飞控系统最终突破了技术壁垒，而发动机的短板则通过引进俄罗斯的 AL-31F 勉强支撑，并同步启动了国产涡扇10的研发计划。歼10的成功不仅
仅让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依赖外援到独立自主的跨越，更为迈向五代机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段经历啊，可以用痛苦中也孕育着希望来形容。而接下来一款更先进的战机即将登场。2011年1月11日，在成飞的跑道上，一架奇特的战机腾空而起，棱角分明的机身，菱形的进气道，3则幽暗荧光的涂层，还有内置的弹舱设计，这难不成是一架隐形战机？前压翼、梯形主翼、双垂尾，再加上一个比 F-22还要更大的机身，这难不成是一架具备远程作战的多用途隐身战机？是的啊，它就是内部代号为黑丝带的神秘五代机歼20了。那一天，世界为之震惊，因为谁都没有料到中国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研制出五代机。哎呀，就像是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谁也没有料到咱们的第2款五代机来的也是这么快啊！歼 35A 虽然只有惊鸿一瞥，但它在本次航展高速飞行时，机尾出现的一长串漂亮的马赫环，就足以一雪10年前冒黑烟的耻辱了。歼 35A 新型发动机的突破确凿无疑。那歼 35A 真的能够歼击美国的 F-35吗？和 F-35比起来啊，歼 35A 会更适应复杂环境作战啊，如高威胁对抗或者是海域争夺战。其作战半径、最高速度、武器挂载以及造价方面也都比 F-35更有优势。但是在数据链、信息处理和分布式作战能力方面，则是 F-35的优势而隐身性能的表现 ，F-35可能也会更全面一些。它覆盖了高频和低频雷达隐身，而且有多版本适配多样的任务需求，所以两个是有点棋逢对手的感觉。歼 35A 是基于 FC-31改进而来的，属于中型隐身战斗机，主要针对舰载用途和潜在的出口市场兼具隐身能力、灵活性和多用途作战能力。它采用了一体化的隐身设计包括倾斜的双垂尾、菱形的横截面机身以及 DSI 进气道，正面和侧面的雷达反射面积很小，与歼20相比起来，体型更紧凑，隐身性能虽略逊，但仍非常优异。它兼具内部弹仓和外挂点设计，可以支持空战、对地攻击和海上打击任务。歼 35A 特别为航母起降进行了优化，包括折叠机翼、更强的起落架以及改良的着舰钩系统。航电方面歼 35A 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和电子战系统，数据融合与传感器性能明显升级，具备较高的态势感知能力，装备了具备全向矢量推力技术的涡扇19发动机，不仅动力更强，也支持超音速巡航和舰载机甲。那么同为咱们最先进的五代机，歼 35A 和歼20谁更厉害呢？以下可是付费内容啊，没有抽烟的不许看啊！歼20的诞生早于歼 35A， 歼2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架第5代重型隐身战斗机，主要设计目标是制空作战与远程打击。它采用 DSI 进气道的流线型隐身设计和菱形机身，正面雷达反射面积极小，尾部隐身处理较美国的 F-22略逊，但仍具备较强的隐身能力。其搭载的大尺寸油箱具备较远的航程适合亚太地区的广阔空域作战。歼20配备内置弹仓，能够携带多种中远程的导弹，比如霹雳15和制导炸弹等等。F-22的核心设计目标呢是空中优势，强调超音速巡航、推力矢量技术和高机动性，以确保空战中的绝对压制能力。而咱们的歼20的设计目标却并不仅仅只是在空中优势方面它的航电系统也非常先进，装备有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强大的数据链与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功能，则可以支持多机编队作战，可以与咱们的预警机系统联动，以获得最佳的效果简单来说就是歼20在能打得远上表现得更为出色， F-22呢则在能打得快上表现略胜一筹。歼20通过隐身能力和先进的传感器系统，在复杂的对抗环境中突破敌方防线，对敌方预警机、加油机等关键目标形成了威胁，制空的基础上兼顾对地对海的打击能力。所以歼20的定位是战略级的多任务战斗机肩负更广泛的任务。但是若要拿它跟咱们的歼 35A 相比呢，这明显又可以看出它俩的定位进一步的细分了。歼20会更加强调制空，将会专注于空中优势与远程打击。它是中美4架五代机当中最大的那一架，也几乎是最重的了最大载弹数可以来到12枚，包括远程空中导弹霹雳15和近距离格斗导弹霹雳10。而歼 35A 它的定位呢是中型多用途战斗机，重点强调多用途，偏向于航母、舰载作战与出口的市场其双发布局与隐身优化程度呢略低于歼20，但足以对抗传统雷达的探测，特别是正面隐身性能非常的优秀。航电性能方面虽然也非常先进，但整体技术水平略低于歼20，尤其是在探测距离和数据处理能力上略逊一筹它采用主弹仓与2个侧弹仓，能够挂载多种导弹与制导炸弹挂载能力属于适中的水平，最大数量为8枚。所以它俩不是谁更厉害的问题，而
而是如何配合的问题。歼20可以充当先锋的角色，依靠隐身能力深入敌方的防线进行战略级打击或者是制空威慑为后续战机清除障碍。而擅长高机动性和多任务能力的歼35A呢，则可以执行传统的空中优势战斗和近距离打击的任务。它能够作为掩护者进入战斗，在歼20打击关键目标之后进行近距离空战和拦截，确保空域控制，并为歼20提供空中掩护。通过这样的组合，咱们就能够在敌人的防空体系当中找到突破口，形成强大的空中作战能力。哎呀，现在你看我们的空军实力越来越强了，那架编号为81192的歼8战斗机也可以返航了。我们有歼10、歼20，现在又多了个歼35，这些战机都可以把它接回来，为它护航。这些装备也可以告慰咱们殉国的烈士们。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用喊出那句无法返航了。到底什么是低空经济？它最大的应用场景在哪里？普通人能不能吃到这波红利？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一口气给你讲透低空经济。首先我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低空经济是什么？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可以自己在脑袋里面把画面生成一下，或许立马就会有概念了。想象一下，周末你在家追剧，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架无人机呢正稳稳地停在你家的阳台上，放下了刚送来的热乎乎的披萨。几分钟之后，它又飞向了隔壁楼的小阳台，完成了下一单。第二天清早是早高峰路上挤满了汽车，你一琢磨，哎呦，这儿是周一，可不能迟到啊。于是你便轻轻松松地走到楼顶随手叫了一辆 eVTOL， 虽然比普通的的士要更贵一些，但是仅仅10分钟你就已经从郊区抵达市中心的办公室了，而地面交通还在龟速前进呢。忙完了手头的工作，是时候需要关注一下诗和远方了，因为你在远方是有农场的。一架农业无人机正在忙碌地喷洒着肥料，既精准又环保正是在它的帮助之下呢，你省下了大量的人工，也节约了大量的用于灌溉的水。好，咱暂时回到现实因为我刚才说的一切你都是会实现的。这种把天空用起来的新的经济模式就是低空经济了。简单说它是围绕离地1000米以下的空域资源展开的各种商业活动，比如通用航空服务，如短途的客运和货运；低空旅游服务，如直升机观光和热气球体验；以及无人机应用，如物流和农业植保等等。如果把城市的地面交通比作平面网络，那么低空经济就像是在这张网络上呢又叠加了一层空中高速路。它不仅能够让人和物在天空当中流动起来，还能够带来更多的新生意、新体验和新机会。但你知道吗？低空经济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新概念它早就已经有了回想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听到无人机送货和飞行汽车的是不是已经很久了？可为什么低空经济那时没火，现在却特别火呢？主要原因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技术进步、政策红利和市场需求。它们共同作用推动低空经济从梦想走进了现实。我们先来说技术进步一句话总结就是飞行器更便宜、更智能了。过去的低空飞行器，比如直升机和轻型飞机不仅造价高昂，还操作复杂，普通人几乎是望尘莫及的。你再看现在无人机、轻型固定翼飞机，甚至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及 eVTOL 都正以技术革新为低空经济注入动力。现在的消费级无人机只需要几千块钱一台，工业级无人机的成本也在不断的降低，同时性能和智能化程度都大幅提升。自动驾驶避障感知、5G 通讯技术的成熟呢，让低空飞行器更易操作，也更加安全高效了。同时电动飞行器的普及让低空飞行变得更加的绿色安静，为进入城市空域扫清了障碍。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二个重要原因，政策红利。过去的低空空域大多都是军方管控的区域，普通企业或者是个人想飞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近年来低空空域逐步开放，成为了国际趋势，尤其是在我国。现在多地已经在试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了，比如四川、广东等地允许在限定空域内进行商用低空飞行活动。政府也鼓励发展低空经济产业链，出台了针对无人机、低空旅游的扶持政策，为低空经济扫清制度障碍。第3个原因就是需求终于开始爆发了。随着城市化的加剧，人口增长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的地面交通和物流系统已经难以满足需求了。物流上更快送达的即时配送需求不断的增加，旅游上体验式消费受到了追捧，直升机观光、低空游览大受欢迎，以及应急救援在地面交通无法覆盖的偏远地区，唯有靠能够快速到达的低空飞行
行，才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吧。好，低空经济显然已经是蓝天的财富了，但这笔财富最大的落地场景在哪儿呢？你可能想不到，因为它是农业。今天中国低空飞行器98%的飞行时间都是由农业无人机来贡献的，因此毫无意外就让农业成为了低空经济最大的应用场景。这一点在我参加了今年极飞科技的年度大会之后呢，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在深耕农业科技9年之后，他们再一次升级了自己的无人机，最新款的 P150 Pro 最大载重已经来到了惊人的80公斤。通过模块化的设计，它可以扮演喷洒、撒播、运输和航测4个不同的角色，并且每一种角色都展现了其强大的智能。你只需要在手机上面的极飞龙服 APP 里面下达指令，剩下的工作交给它就行了。农业原来也可以这么轻松啊！农业原来也可以很酷嘛！这是我曾经很难想象的，因为效率和精准度已经困扰传统农业生产很久很久了。无人机恰好就解决了这2个问题。和传统作业对比人工喷洒农药一天最多能够覆盖几亩地，而一架农业无人机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完成上百亩地的喷洒。特别是大田作物种植区，无人机能够大幅减少农民的体力劳动，让农业生产更加的现代化。同时无人机配备了精准的喷洒系统，比如极飞的第5代锐喷系统，可以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分配不同浓度的农药、肥料，大幅减少浪费，保护环境，同时降低成本。这些农业无人机不仅能够喷洒农药，还可以用来播种、监测农田、分析作物生长情况，甚至能够在自然灾害时快速评估农田的损失，为农业保险提供支持。难怪他们会霸占98%的飞行时间可你要知道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农业用地面积大，而且目前农业无人机的普及率还不到10%，潜力可是相当巨大的。再根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农业无人机市场的规模将高达数百亿美元，尤其是在中国、美国、印度这样的农业大国，需求尤为旺盛。需求旺盛就意味着机会你有没有闻到钱的味道？我已经闻到了。那普通人该如何抓住这波低空经济的浪潮呢？我有4点建议。第一，学技术，做飞行蓝领。低空经济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比如你可以成为一名农业无人机的飞手，它不仅需求大，薪资也颇具吸引力。另外，学习无人机相关的操控维护技术，进入物流安防等热门的行业。第二，小投资做服务提供商，如果你有一定的资金，可以投资无人机相关的小型创业项目，比如提供农业无人机的服务，针对中小农户进行农田的喷洒测绘等服务，也可以开发低空旅游线路，结合热气球、无人机观光等项目来吸引游客。第3点是关注行业投资机会。低空经济的产业链包括飞行器制造、配套技术的研发相关的服务业，你可以通过关注无人机上市公司、低空经济服务商等等。第4，你可以跨界结合创新模式因为低空经济的潜力远远可不止航空领域本身比方我们已经讲到的在农业领域开发与无人机结合的新型农业服务模式，而在物流行业呢，推动最后1公里配送的低空解决方案总之低空经济就像是一片刚刚开放的蓝天，而你要知道蓝天可比蓝海要更大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